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侯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一位重磅的嘉宾啊，可以说我小时候就是看着他节目长大的李老鼠鼠哥。Hello， 各位30秒懂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老鼠。今天请鼠哥来啊，主要是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个国产车型的安全方面的硬实力。那咱们不卖关子了啊，这台车就是长安的优尼威。那其实，在我们过去的节目中啊，无论是性能、舒适性，还有空间等等一些方面，我们都做过相关的评测。这台车确实是这个级别里面可以说是标杆级别的存在了。的确是。那另外呢，整个的这个性能参数啊，包括舒适性还有空间啊，属于这个级别里面领先的地位。但是，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什么？开在路上最讲究，一定要安全，安全系数大家是最看重的。这个车除了得开得快之外，还要安全。所以今天我们会把这台优尼威全部的拆散，一个零件都不挨着一个零件那种。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长安优尼威的在安全方面的硬实力。好，我们一块来期待一下吧。好，我们开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优尼威啊整个已经拆散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边放着动力总成、发动机、变速箱，我们是整体端下来的，整个都连在一起。这边架子上放的一些这个发动机外面的这些附件，包括这个空滤盒啊，前面的排气的头段啊，前面的横梁，还有整个前面的副车架，全部都堆在这儿。那这边呢，整个的这个车身结构，其实我们已经都完全的能看见了。这个前面的横梁、纵梁啊，包括前面的一些覆盖件，我们已经放在地上了。对。但是鼠哥，我刚才拆的时候注意到一点啊，这个忒软了，这能行吗？我们先拿起来，先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先晃一下啊。这个前杠，它就是跟我们传统我们理解的，就是说一个车要结实，一上来先梆梆梆敲门，梆梆梆敲保险杠。前两天有朋友也有发小说，看这车挺棒的。但是，一敲保险杠塑料的，觉得不安全。我说你现在去满大街找，有没有新车用铁杠？因为现在法规就不允许，它是对于行人的一种保护。对，我刚刚花卷其实也拿了一下这个优尼威的这个前杠，我们能感受到整个前杠它是很有韧性的。对，你看它抗挤压、抗扭曲的能力是比较强的，而且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，整个前杠它做了一个一体式的一个结构。我觉得这也是设计师在做这辆车的时候呢，他考虑到了整个降低分阻、降低风噪的一个系数。其实一体式的这种保险杠的造价成本是要比那种分体式要高的。对，它重新做一个异形的一个大模具，而且这个东西成品它要做很多次才能做出来。很多朋友说，那我看一个车安全到底要怎么看？那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接着往下看。其实保险杠呢，我觉得就在时速很低的时候，不小心，比如说蹭到了一个垃圾桶，或者说不小心蹭到了行人、自行车，一个有韧性的保险杠，它不仅仅是在保护你自己。还是在保护行人，在保护别人。你说真的是一个大铁杠，仅仅可能时速5，把别人稍微剐蹭一下，可能就骨折了，对吧？那就硬碰硬。它有这样的一个材质呢，主要是为了吸收这一部分的能量。对对对，其实我刚才一听你说这个一体性这个点啊，其实很多以前的车在碰撞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个就是会飞出去很多东西，中网飞出去啊，前唇飞出去，对，跟刺刀一样。对对，这个东西就不会，它一体性很好。对。基本上我们看一下这个覆盖件之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重点的来了啊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车的这个主体结构。那其实这一部分才是真真正正在碰撞时候发挥作用的那一部分。对，就我们常说的鸟笼子，我们就是在笼子里面那只小鸟啊，外面的笼子到底结不结实，这个是关乎于我在真正受到一些事故、侧面碰撞、正面碰撞的时候。我的一个保护情况到底怎么样？我们觉得是不是先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大横梁，先给大家先展示一下。先展示一下，我们拿起来吧。哎呀，来看，哇，前面的这个横梁挺重的。对，横梁和吸能盒在一体这样的结构。对，你看我坐二手车的，我拿起来这个东西特别之亲切。我一拿起来，我就不经意我要看这个吸能盒有没有折角，两个大折角。对，其实。就是在我们受到比如说正面碰撞，比如说追尾的时候，吸能盒呢它起到了一个作用，就是来把整个力量卸掉，不让力量直接传到纵梁，因为纵梁就非常容易传递到驾驶舱里面。所以我们能注意到整个优尼威的这个吸能盒，它是两节的一个吸能的一个设计。
整个吸能盒的长度还是比较长的。对，哎，我注意到吸能盒空间比较大。哎，花卷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量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横梁的一个厚度，也给大家更直观的？没错，我觉得对。好吧，我们找一个这个卡尺。经过测量，实际 UNI-V 的钢板厚度分别为前碰撞横梁 1.5 毫米，基层纵梁前段 1.8 毫米，外板 1.6 毫米，shotgun 外板 1.4 毫米，内板 1.2 毫米。后地板纵梁后段 1.2 毫米，处于同级别主流水平，还是挺厚，真挺厚的，真挺厚。对，用料方面还是挺舍得下。对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纵梁里面不光是一层的结构，这里面也有至少是2、3层的结构。哇，还真是哎！看这个螺丝孔里面，能很清楚的看到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位置一定要给一个特写啊。对，它纵梁上面往下的位置怎么这么厚啊？这个没法测量。对，反正这个纵梁这一块就是说最后一个保护墙了，对吧？不光是最后一个，其实纵梁我觉得还应该有它的门道。前面整个纵梁是伸在车身下面，这样弯折下去的。然后它整个的传力结构其实是传向整个底盘，还有前面的这个笼式车身的。对。它防止这个纵梁的这个力量直接传导到这个驾驶防火墙这一块。对，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。哎，这真的还是得拍这种拆车节目，一拆开以后才能明白到工程师这些良苦用心。对，这都是消费者日常看不见的东西。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，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啊，就是象鼻梁，就像鼻子一样的这样一个梁。这个梁的工程上面叫 shotgun， 就是像猎枪一样的这样一根梁。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是一个2段式的。对，鼠哥，你在以前的，就比如说你卖车的过程中，你看那些日系车，它是几段的？哎呀，3段吧，应该至少是3段。3段，对，而且它的结构很碎。对，这里插播一个小 tips。shotgun 是车身中负责传导撞击力非常重要的一根纵向梁，因为造型很像猎枪，所以直接取名 shotgun。也有很多人称为象鼻梁。在 UNI-V 上的 shotgun 的结构相比于其他一些车型来说，保持了很强的整体性。前横梁和吸能盒结构包括 shotgun， 一共只有4个可以分开的结构，而在一些日系车上，光是 shotgun 这一块就有3到4个拼接件，而且一体成型的配件成本也就越高。这不单单是设计的问题。我刚注意到一点啊，在这个象鼻梁的下面这块位置，它这一块跟横梁这个接触面积很大啊。对，甚至比横梁这儿还宽，对吧？你看这个纵梁的这个梁头在这儿，这个象鼻梁这个梁头这么大一块，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在做的时候肯定是做了一个设计，想让这个力量更分散一点。对，它有点像是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接篮球的时候，正常2个手接，你受到一定的力量。现在你突然又长2只成哪吒了，4只手，梆，那个承受的力量会更加分散，更分散。对于最中间的核心部分的保护会更加全面。没错。而且看到它整个这个象鼻梁啊，它是往2边，然后下面这纵梁也是往2边这么扩散的，整个这个往成员舱2侧去扩散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如果只有一根横梁的话，这一根纵梁的话，它肯定是直接这个冲击力就进去了，进到成员舱里面。但是它再设计其他的纵梁的话，它会更分散一点。对，它这象鼻梁感觉是好像要把力量再往后整体车身2侧的位置，就是相对来说不会对成员造成那么大伤害的位置再分散。对，做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其实有点像单体壳的那些设计，有一点点类似的设计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升起来了啊。那其实刚才鼠哥，我们把车升起来之前，其实还是不是那么直观啊。一升起来，一下一目了然。整个前面的这个纵梁可以看到啊，分出来又2根纵梁，一边是分2根，等于说一共是6根纵梁。对。一下力量是3倍的这个分散。对，真的，你要是说突然看一下这个车底盘，看着跟非承载车身一样，是，全都是大梁下面。对，你看2边的门槛梁，然后加上中央通道旁边还一根梁，而且它所有的管线、刹车油管，然后这边的电子的线路全部走的是它中间的这个槽，对，你无论怎么拖底，很规整，对，而且不容易碰到这个。对，你无论你怎么拖底，它是这块是安全的，对，因为一旦没有刹车，这个是更危险的。对。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它其实很多管线都是走的车身内部，就是掏洞这样穿过去的，这个是在以前我们传统那些车上是没有的。对。
这些其实车身上面每开一个孔，它都是成本啊。你看早些年，你看很多车型打开发动机舱盖里面，感觉特别多线路啊，对吧？拧一块了。对。但这2年，这个车我不用看发动机舱盖，它把管路都走到车体里面了。对。其实增加了制造成本，但是整个车体它看起来会更规整。对。而且在实用性方面，这样的管路受到了保护。对。对。一个是保护性，还有一个它易于维修，它的维修成本会更低。第一，它不会受到这个风雨的侵蚀。另外呢，其实它包在里面，你看不见它，它也受不到那些撞击呀、对高温啊那些都不会受影响。真的越来越用心了，现在。对，那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啊，就是车身侧面的这个安全的性能，因为侧面不太像我们前后有这么大的这个缓冲的区域，它其实在你肩膀外面10几厘米的地方就是车外了。没错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车身侧面，来，我们把车降下来，来一块期待一下。好，那为了大家更直观的去看啊，我们把主驾这一侧的车门已经完全的拆下来了。那里面的这个门板呢，我们也是拆除掉之后，它整个的门啊，其实现在这个框架是一体的，虽然是2个冲压件，它完完全全是焊接在一起的。所以整个的车门的整体性啊，包括它的防护，我觉得也是做得非常好的。另外，鼠哥，咱们可以看到里面门皮这块有一个加强的横梁，下面还有一根防撞梁。对，这一根一看就热成型钢，这一根。对，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在，就是说看一辆车结构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因为就像花姐刚说的啊，侧面的撞击其实是比正面的撞击更可怕。对，因为我们的缓冲的余地非常非常小。对，所以花姐我们能看到啊。中间的这一根就这根防撞梁，车门里面这根防撞梁，圆又粗，整个贯穿到这个位置。它其实相当于在受到侧面撞击的时候，它顶着 A 柱和 B 柱2根最硬的柱子，对，让这个力量不要进去，然后把力量卸到2根柱子上面去，对，形成一个鸟笼状的一个保护。对，而这一根加强件，我觉得就是防止一些更高位置，比如说 SUV 这种车型，撞击力度点更高位置的撞击，它还做了这种吸能条这种设计，能让力量在这个受到撞击的时候把力量分散掉。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非常非常巧妙的。对，而且是消费者看不见的地方用了这么大的这个心思去做。就是说嘛，就是说这个判断一个车好不好，并不是说在你能看见的地方到底做了多少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而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真的花了心思把这些用料用好，把这些结构件用到最合理的位置。通过这个开口就能感受到它这个结构啊，就是说一旦真的在一台车受到了撞击的时候，下面的这根梁，上面2根梁，再加上侧面的那个气帘，对，2根 A 柱 B 柱最坚硬的这个热成型钢，还有下面底大边这根柱子，相当于像一个鸟笼一样，把人保护在里面。对，这样的保护就是全方位的。对，鸟笼里边再加一个气垫啊，对，一整道屏障，齐活了，软的硬的都有了。对，真的不错。我们把车门放下来看一下车辆的后部，其实后部完全有信心了。我觉得没问题了，就是把这些很细节的地方都已经做好了，后面肯定没什么问题。后面肯定没问题，去看一下啊。这真的啊，必须得把这个车拆开了，升起来，你才能注意到在细节方面，对于这个车未来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的碰撞，对这些它的一些设计，它的用心。对，后面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啊，后面是它的这个吸能的长度是更多的。那其实到现在为止啊，我们已经完全的看到整个优尼威的所有的用料啊，包括它的设计、安全结构。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到了跟大家总结的时间了，我们去前面。好，鼠哥，咱们经过这期拆解啊，我发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。目前的国产品牌真的原创度非常高，对，这叫优点，不能叫问题。的确是啊，就我们通过这一次的拆解，能感受到，你必须把一台车拆开了以后，你会发现它在安全方面做了很多的考虑，小细节的一些升级。对，真的是现在把我们自主品牌的车拆开以后，它能给我们很多的惊喜。对，真的感受到了它的进步啊，而且跟以前的造车的思路完全不一样。对。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关于安全的就讲到这儿，还有下一期别走开啊！那下一期我们会对整台车的这个 NVH， 包括它的用料啊、内饰的一些材料进行详细的解读，咱们下期见，不见不散，拜拜。